明朝万历20年，日本倭寇入侵朝鲜，侵占了大半个国家。朝鲜皇帝急忙向中国万历皇帝求助，然而明军此时正在应付各种内患，无力支援朝鲜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一位白发使者只身闯入敌营，改变了整个战局。他叫沈惟敬。故事得从万历20年说起。公元1592年，万历皇帝朱翊钧这时候已经多年不上早朝，他派出了大量的宦官在民间横征暴敛，民间怨声载道，但国库依旧亏空，因为这些税银都成了皇帝的私房钱。更麻烦的是，边疆四处告急，北方蒙古虎视眈眈，西南叛乱不断，四面八方风浪渐起。再看日本，丰臣秀吉刚刚结束100多年的乱世，统一日本，但这个人野心极大，他真正想要的是称霸整个东亚。1592年春天，他集结了9个军团，共15万人，700艘船，浩浩荡荡从釜山登陆，入侵朝鲜。4月登陆釜山，6月攻破平壤，仅仅2个月，朝鲜已经快要灭国了。国王李严都是一路北逃，路上他给万历皇帝写了封信，求大哥救命。万历皇帝收到这封求救信，大明朝廷上下就炸了锅，出不出兵呢？有人主张应该即刻出兵，朝鲜是咱们的藩属国，今天不管朝鲜，明天日本就打到咱们家门口了。但也有人反对，国库没钱啊，边境到处都是麻烦，哪有余力去管朝鲜？就这样吵了2个月，有人主战，有人主和。万历皇帝最后拍板出兵，但他却犯了个致命错误，轻敌。他先派了一支2000人的先头部队去试探，结果全军覆没。随后3000骑兵主力进攻平壤城，又在巷战中被火枪伏击，几乎死绝，2战皆败。整个大明朝廷有些慌了，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，日本的兵锋已经直接对准大明国门，而朝廷里真正能统兵的大将李如松，此时正在西北宁夏平叛，根本来不及赶回。这个时候，兵部尚书石兴做出了一个极其无奈的决定，贴榜招人。北京城兵部衙门门口贴出了一张告示，有谁懂得日本事务，能与日本人交涉的，请来应征。谁能帮助收复朝鲜，奖励白银1万两，封伯爵。榜文已经贴出半个月，却没有一个人敢来报名，因为谁都知道这是送死。就在兵部尚书石兴都要绝望的时候，有人推荐了老沈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沈惟敬。沈惟敬有50来岁，白头发白胡子，衣着普通，打眼看去就是个毫不起眼的市井老人。细看之下，隐约带着几分江湖气，但无论怎么看，都不像是那种能在刀光剑影里周旋博弈的高手。石兴第一眼看过去，心里就开始打鼓，这人能行吗？但沈惟敬眼神沉静，没有半点慌乱与讨好，语气平缓地说：“在下沈惟敬。”沈惟敬怎么有这么大的胆气去跟日本人谈判？咱们得先说说他的野路子简历。沈惟敬1537年出生，浙江嘉兴人，他爹叫沈坤，沈坤家境富裕，是个商人。
他年轻时曾去日本做生意，沈惟敬小时候就跟着他爹做生意，学会了日语，也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。沈坤这人特别仁义。嘉靖年间，江南大饥荒，百姓饿死成片。沈坤那时担任粮长，负责征粮。他一咬牙，把自己全部家产，连同征收来的粮米，全部拿出来救灾。百姓是活了，可问题来了，账对不上了。官府查账，当场把沈坤下狱。而就在这时，倭寇入侵东南，抗倭名将胡宗宪听说沈坤的仗义和才干，就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，留在军中。那时候沈惟敬才10几岁，就跟着父亲在军中跑。军中是什么地方？是刀口舔血的地方，长谋略，见生死。少年沈惟敬在这里就知道，打不过的时候一定要靠脑子。有一次，沈惟敬父子俩设了个局，他们装了一船毒酒，白天大摇大摆从倭寇营地门口慢慢划过去。倭寇一看，哪还忍得住，立刻出营追。眼看就要被追上了，父子俩扑通一声，直接跳水弃船就跑，整船酒全送给他们。当天晚上，倭寇营里喝得昏天黑地，结果到了后半夜，营里哭爹喊娘，毒死一大片。你说这是什么？是勇气，是谋略。沈惟敬那一身胆气和担当，是少年时期一段段经历中历练出的。后来，沈惟敬辗转到了北京，他并没有固定职业，生活颇为漂泊。平日里喜欢修道，也因此结识了不少三教九流，练就了一身与人打交道的本事。再加上长期学习道法，他擅长权衡利弊，对世道人心有着一份独到的看法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收留了一个仆人沈家旺。沈家旺原名郑四，小时候被倭寇抓去日本，在那儿待了18年，后来回到北京，以卖水为生。沈家旺告诉沈惟敬，丰臣秀吉想开启和中国的贸易，是因为朝鲜阻拦才出兵朝鲜。了解了情况后，沈惟敬便想去和日本人谈一谈。当然，他也清楚这次应募九死一生，但大丈夫当仁不让。如果日本一旦站稳脚跟，下一个被打的就是大明，老百姓的日子就苦了。人活一世，总要在关键时候为别人做点什么。人在中年，沈惟敬做了这样一个要么赢要么死的决定，他选择加入这场极限博弈。万历皇帝一听，终于有人敢接这个烫手山芋，当场拍板，沈惟敬授神机3营游击将军，全权负责与日军交涉，侦察情报。封官的旨意刚下，沈惟敬转身就上路，没带一兵一卒，直奔朝鲜。朝鲜国王李岩听说大明的将军来了，心里是又惊又喜啊，赶紧安排见面。结果一见面，国王傻眼了，就您一个人啊？援军呢？沈惟敬缓缓说道：70万明军已在城外。沈惟敬说的就好像这支大军已经在城外列阵。实际上呢，当时明朝能调动的部队满打满算也就10几万，而且主力还在西北平叛，一时半会儿根本到不了。沈惟敬他还说，我会给日军统帅小西写信，让他暂时停止进攻，以和为贵。朝鲜国王听了这话，只觉得离谱。日本横扫朝鲜，
明军又在平壤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，怎么去跟日本人谈判？可沈惟敬这步棋下对了。没过几天，日军统帅小西回信同意谈判，条件只有一个：平壤城内见。沈惟敬很清楚，小西出身不是传统武士世家，而是商人。比起只懂拼杀的武士，小西更懂得权衡得失。再加上日本军队远渡重洋作战，补给线脆弱，一旦战争拖成持久战，对日军并非好事。其实小西也正犯愁呢。再往前推进就是明朝的疆土了，小西也不想贸然进攻，他就想着只要谈判地点定在平壤，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吃亏，还能顺便看看大明的底细。所以小西答应了，但他也决定先给沈惟敬来个下马威。万历20年8月，平壤城外潜伏山，日军10里列阵，战旗遮天。可阵前出现的却只是一个白发老人，带着几名家丁，就像是出门遛弯似的，慢慢悠悠地走进了这片刀山剑海。小西当场就愣住了，有沈惟敬这样胆识的人真不多见。他缓缓按住腰间佩刀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大明军队才刚打了败仗，这里现在已经是日本的领土了。”沈惟敬神色不变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70万明军已在城外，你若想试，尽管出兵。”小西也不知道真假，但万一是真的呢？他说：“和谈也不是不行，但有条件，以大同江为界，以西归朝鲜，以东归日本。”沈惟敬听完，他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我大明也希望和谈，但是议和的条件要回禀皇上，来回路远，需要50天。”就这样，沈惟敬不费一兵一卒，说服小西停战了。双方最终约定划线为界，停战50日。朝鲜人这下是彻底服了，沈惟敬太神了。50天意味着明军主力终于有时间往这边赶，原本一路崩塌的战局被硬生生拖住了。与此同时，沈惟敬的情报工作也没落下，他以赏赐的名义向日军发放帽子，这样他心里就有了数，日军的实际兵力大概在什么范围。他又借着赠送礼物的机会，多次进入日军营地，看他们的驻扎情况、兵力、补给、装备，这些东西全记下来，再一条条报回朝廷。沈惟敬和小西几次会谈，也在不断试探日方在割地、朝贡这些问题上的态度。沈惟敬把这些零碎的信息一点点拼起来，就让大明第一次真正看清了敌人。整整50天过去了，日本始终没有等到万历皇帝的回信，而是等来了铁马铮铮的骑兵。明朝大将军李如松在西北平定宁夏叛乱后，率领精锐的辽东铁骑直赴朝鲜战场。1593年初，明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一场硬仗，从日军手中收复了平壤。但没过多久，碧提馆之战爆发，明军判断失误，误入埋伏，吃了不小的亏。胜负一来一回，战场很快陷入拉锯。这时候，朝廷的风向又开始摇摆，因为仗一旦拖长，就要钱、要粮、要兵力。朝中议和的声音再一次占了上风，谈判这条路又被摆回了桌面。
而最熟悉这张桌子的人还是沈惟敬。从1592年底到1593年上半年，沈惟敬多次出入日军营地，来来回回的谈。日军开始撤出汉城，逐步退守釜山，但在割地、人质、通商这些要害条件上，双方咬得死死的，谁也不肯松口。这时候，一个对议和极为有利的变化出现了。海上，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水军连战连胜，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不断被切断，前线补给开始明显吃紧。这场仗若再硬拖下去，谁都不好受。就在这种局势之下，小西那边放出风声，议和之事可以上达丰臣秀吉由最高层裁决。1593年夏，沈惟敬启程前往日本议和。丰臣秀吉见到沈惟敬，直接抛出了自己的条件，比如要明朝公主和亲，恢复对日贸易，割让朝鲜半壁江山，还要朝鲜王子和大臣到日本做人质，等等的。和亲、割地、人质，这些条样样踩在大明的底线上。沈惟敬一听就明白，这些条件若如实上报回朝廷，议和就会立刻破裂。而小西也同样发愁，他知道大明绝不可能答应这些条件，但丰臣秀吉的命令又不能违抗，唯有争取一些时间，才有可能避免战争升级。俩人竟然心照不宣地做了同样大胆的决定，他俩都回去撒了个谎。沈惟敬回去向万历皇帝复命，丰臣秀吉已经同意向明朝称臣，请求册封，并要撤回侵朝的日军。小西向丰臣秀吉汇报，明朝方面已经接受议和，只待双方派使者赴北京完成最后确认。万历皇帝和丰臣秀吉一听都挺高兴，都觉得对方服软了。其实沈惟敬和小西两人都在赌时间能解决问题，赌局势会发生变化。这个谎言维持了4年的和平期，从1593年到1597年，大规模战争停止了，日军退守朝鲜南部沿海要塞，这对三国来说都是喘息恢复的机会。1596年9月，明朝决定正式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。明朝觉得这是给日本面子，给丰臣秀吉一个台阶下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丰臣秀吉压根儿不想要这个面子，他要的是征服东亚的霸权。1596年，明朝册封使团带着诏书和金印，浩浩荡荡地到了日本，为丰臣秀吉举行册封仪式，礼乐齐奏，阵容相当豪华。但当明朝使者宣读诏书，念到“特封尔为日本国王”这句话，丰臣秀吉脸色突变，他这才明白明朝压根没同意他的要求，人家只是来册封你的，把你当藩属国。丰臣秀吉当场将诏书摔在地上，立刻下令将明朝和朝鲜使团全给赶出去。万历皇帝这边一查，丰臣秀吉根本没有答应称臣，人家要的是和亲、割地、人质。好你个沈惟敬，敢欺骗朕！立刻下令逮捕沈惟敬。至此，中日议和彻底破裂。1597年，丰臣秀吉再次大举出兵朝鲜，史称庆长之役。这一次日军的攻势更加凶猛，明朝和朝鲜联军与日军在朝鲜南部多次激战，双方损失惨重。
而与此同时，沈惟敬已经被押入大牢等候审讯。朝廷很快定案，欺君谋叛，通敌误国，斩立决。判决书呈到御前，只需朱笔一勾，人头便要落地。可万历皇帝翻看良久，终究还是迟疑了一下，笔锋一转，将斩立决改成了监候处决，就是先关着，等等再说。而就在沈惟敬在牢中等待命运裁决的时候，朝鲜战场依旧局势焦灼。然而1598年9月，丰臣秀吉去世了，日本国内权力开始动荡，没人再愿意继续这场劳民伤财的远征。战争终于结束。第2年秋天，沈惟敬被押赴刑场，在菜市场当众斩首。有人骂沈惟敬是骗子，说他误国欺君；也有人认为当年没有他有胆有谋，孤身去战场与倭寇斡旋，战局可能完全不同。沈惟敬是个误国的罪人，还是一个用非常手段救下无数性命的英雄，或许只能留给后人自己判断。听了沈惟敬的经历，你有什么感慨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